生活是一首诗，时而激昂，时而平和。光言二三事，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今天的请给予。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2010年，美国纽约一家医院里，贝卡作为放射科技师，每天的工作就是为病人拍摄 X 光片。临下班前，同事邀请他周末一起去北郊看风景。听说这个季节漫山遍野都是些黄黄红红的叶子，贝卡却摇头拒绝，祖母还等着他去照顾，哪来的时间玩乐。另一边，经营着一家古董家具店的凯特跟随男人走进一间屋子，而他店里的货源正源于这些已故老人的家。凯特通常都是低价回收，再进行高价转卖。他看出这些家具不仅材质上乘，设计也很经典。幸好男人不识货，认为母亲留下的东西都是些破烂，只想低价打包赶紧处理。凯特心满意足谈完这单生意，回家时恰好遇见贝卡来看望祖母安德拉。凯特与安德拉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他出于礼貌与贝卡打起招呼，可贝卡全程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态度。凯特被气得回家后，对女儿艾比不断发牢骚，但这刚满15岁的女儿也不让人省心。艾比闻言不仅没有安慰凯特，还出言嘲讽她活该，谁叫你天天都在数日子，等那老太太死呢？原来凯特想等安德拉一离世就买下她的公寓，打通2间屋子。凯特却觉得这没什么不妥，生老病死都是常态，但安德拉一个90岁的老人，整日窝在家里出不了门，过得实在是可怜。说着说着，他便悲从中来，希望女儿能时常去看望一下安德拉。可在艾比看来，母亲简直就是有病，她正为一脸青春痘焦急，才没什么闲工夫关心一个不相干的老太太。而贝卡进门以后，便根据医嘱为祖母配好每日药盒。马上就是安德拉的生日，贝卡准备到时候和姐姐玛丽带着祖母出去转转。安德拉这才注意到大孙女玛丽没有来，贝卡连忙替姐姐解释，她是由于工作走不开，但事实并非如此。玛丽自从被男友抛弃后，天天都忙着去偷窥男友新欢，看自己到底是哪里比不上他。因此等到贝卡一回家，玛丽就开始疯狂吐槽那个现任。今天的露背装显得她身材多么壮实。贝卡完全无法理解姐姐的做法，但她也劝不了姐姐，只好转移话题，询问该送祖母什么生日礼物。贝卡打算送条睡裙，他还抱怨起邻居凯特对祖母死亡的迫不及待。可一提起安德拉，玛丽的态度就一下子冷淡起来。人家着急就着急呗，难道凯特不买公寓，安德拉就不会死吗？次日上午，凯特正与丈夫在店里接待顾客，岂料女儿找了过来。艾比难得给自己摆出一副好脸色，可他说出的话却让凯特面色一紧。你找我要200，只是为了买条牛仔裤？我告诉你，不可能。要知道咱家这条街上还有45个流浪汉吃不饱饭呢。而当夜晚降临，夜深人静时，一股浓重的愧疚感便袭上凯特心头。他觉得自己的生意是在无形中剥削那些已经去世的老人，家庭空间的扩建也有赖于隔壁邻居的离世，个人幸福建立于他人的死亡之上，这让凯特总想为别人做些什么来消除心中的不安。于是他报名了社区义工。与冷漠的姐姐不同，贝卡心地善良，能够理解每一位病患的痛苦，可她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还处于一片空白的感情生活。贝卡一直与姐姐相依为命，但她也渴望有个爱她呵护她的男人。只是贝卡每次相亲的男嘉宾无一例外都是极其难相处的人。直到今天，一个来检查的老太太介绍她认识了自己的孙子尤金。看着眼前这个笑容羞涩的男人，贝卡感到一丝久违的心动。与此同时，亚历克斯敲开邻居家门，从安德拉手里接过购物清单。原来凯特与丈夫准备去购物，她考虑到安德拉腿脚不便，便想帮他一起把东西买回来。可安德拉面对帮助，非但没有说感谢，反而直言亚历克斯又变胖了，这让亚历克斯尴尬万分。他一走出公寓楼，
就忍不住向妻子抱怨老太太的嘴毒。可毕竟安德拉上了年纪，凯特一边安慰他不要在意，一边将早早准备好的现金塞到路边流浪汉的手里。而只有听到流浪汉的那一声谢谢，凯特才感到无比的满足。在超市选购时，凯特没想到会碰见女儿艾比，但她只是在一旁默默观察。曾经还在怀里牙牙学语的小宝贝，转眼成了个10几岁的大姑娘，这让凯特的心里既有欣慰，也有感慨。艾比要是能和自己少拌点嘴，该有多好啊！等到第二天，工人终于将凯特先前选购的家具送进店里，看着那些成色极佳的沙发桌椅，亚历克斯知道又要大赚一笔了。他佩服妻子毒辣的眼光，可店里生意越是红火，凯特就越是充满罪恶感。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些，她指着桌上那盒名贵护肤品，告诉丈夫这是自己要送给安德拉的生日礼物。同时她打算邀请安德拉来家里庆生。等到晚上，凯特一家人在餐厅吃饭，而她胃口不佳，便打包了剩饭，想要带回去送给家附近的流浪汉。然而走出餐厅还没多远，凯特就注意到路边盯着餐厅的人，她像是发现宝藏般，立即上前递出食盒，对方却皱着眉头拒绝了，解释自己只是在等座。凯特见自己闹了个大乌龙，连忙道歉。艾比则嫌母亲丢人，在男人开口解释的第一时间就远远跑开了。尽管凯特不愿出钱买牛仔裤，可艾比还是一放学就跑到店里看裤子。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脸上又长出一颗痘痘，因此等到安德拉生日这天，艾比说什么都不肯出席露面。而一墙之隔的邻家此时也格外热闹。玛丽对祖母纵有再多不满，在今天也不得不和妹妹来看望她。可玛丽的抱怨声从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一会儿嫌弃这里太臭，一会儿又举着个陈年老罐头问安德拉是不是想死。这种一眼肉毒素超标的东西也敢留在厨房里。贝卡不想在这种大喜日子与姐姐争论，而且马上要去凯特家庆生。他帮祖母系好鞋带后，拿出了自己与姐姐共同挑选的礼物。可安德拉在看清礼物是条粉色睡裙后，完全不顾及这是2个孙女的心意，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嫌弃，气得玛丽直跺脚。贝卡其实知道祖母这样做不好，可谁叫他的家人除了姐姐就只剩下这个祖母了呢？贝卡连忙从中打圆场，这才避免冲突升级。他搀扶祖母来到凯特家，而老太太那个处处挑剔的毛病又犯了。她直言空气里有股异味。玛丽忍不住喊她闭嘴，别人可是要请你吃饭啊，你怎么能这么不给面子？而玛丽一边防着祖母乱说话，一边又在饭桌上与妹妹针锋相对。玛丽称妹妹只是在医院拍片子，根本不是什么医生。贝卡便说姐姐就是个美容院挤粉刺的。这一切只因刚进门时亚历克斯夸玛丽肤色漂亮，贝卡竟直接揭短，说她都是晒黑肌搞出来的。就在姐妹俩越吵越激烈时，艾比终于出现，只是她头顶内裤的模样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凯特强忍怒火，柔声劝慰女儿摘掉内裤，你脸上的痘我甚至都看不见呀，没必要在客人面前这么无礼。可等到艾比摘下来时，玛丽却直言她脸上的痘痘不容乐观，而艾比想要的恰恰就是这一句真话，因为只有听见真实感受，她才能感受到被人尊重。晚饭结束后，两家人坐在一起闲聊。凯特说他准备在圣诞节当天为蜗居在地下室的楼管夫妇送去200块钱，因为凯特记得这家人不仅有12个孩子要养，女方甚至还瘫痪在轮椅上呢。贝卡闻言不禁皱起眉来，印象里楼管的老婆好像是个正常人啊。凯特这时端来生日蛋糕和礼物，而老太太也依旧刻薄，又是嫌弃蛋糕太干，又是挑剔护肤品的牌子。就在整个客厅闹哄哄时，玛丽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安静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安德拉的公寓？其实这是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安德拉一死，凯特一家就要动工，但此刻被明明白白点出来。凯特在尴尬的同时，内心的愧疚感更是飙升到顶点。他强装镇定，说出之后的规划，而很快到了安德拉睡觉的时间，这场生日宴会便在这种古怪的氛围中结束。回去路上，
贝卡责怪姐姐让所有人陷入了尴尬，而她还注意到姐姐与凯特丈夫说起话来就像是在调情。另一边的亚历克斯也对凯特提出了疑问，你又没见过楼管老婆，怎么就能说人家坐轮椅呢？临睡前，凯特想与女儿聊聊，可她刚推开房门，艾比便大喊着让她滚出去，而安德拉则将凯特送来的护肤品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凯特其实看出丈夫与玛丽昨晚在眉来眼去，但她想不到的是，亚历克斯昨晚还在信誓旦旦向自己保证他和玛丽没什么，今天就背着自己找去玛丽的美容院。而玛丽被男友抛弃后，总是在怀疑自身魅力，尽管她不喜欢亚历克斯，但她需要对方眼中的迷恋来证明自己魅力依旧。在狭窄的美容室中，玛丽与亚历克斯十指交扣，气温渐渐升高，两人度过亲密的一上午。凯特此刻则在店里又做成一单生意，本来是$4000包下的全屋家具，可单单这张桌子他就能以5000卖掉。但令凯特奇怪的是，男人付款前竟向他打听店里的家具出自何处。凯特本就对家具来历讳莫如深，生怕被人指责，自然不肯告知。而他一结完账就带着艾比前往服装店。凯特与女儿已经约定好，只要买了牛仔裤，他就不能继续对自己闹别扭，因为这次有了付款的底气。艾比进门后带着裤子直奔试衣间，可他一条又一条试过去都不满意，凯特却说每条都很好。艾比不禁怀疑母亲到底是没长眼睛，还是根本就在敷衍自己。面对他咄咄逼人的质问，凯特的火气也升了上来，怎么我花钱还要受气呢？我可没有义务必须给你买裤子。面对艾比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凯特气得直接起身离开。另一边，医院里，先前的老太太来做复查，在她的撮合下，尤金鼓起勇气和贝卡提出约会。渴望爱情的贝卡自然没有理由拒绝这个真诚的男人。而艾比与母亲吵完架后，一直在试衣间待到商场打烊才肯回家。他是多么想大闹一场，可迎上母亲失望的眼神，艾比突然又退缩了。他乖乖牵起狗绳出门，恰好遇见帮安德拉遛狗的贝卡。而两人在路过楼下的流浪老太太时，艾比压抑已久的烦闷终于忍不住倾泻而出。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母亲在一力供养，她脸上那些眼影口红全是母亲馈赠的大牌化妆品。平常走在街上，母亲也总是在不停地可怜别人。她高高在上，想成为拯救全世界的圣母，可别人真的需要这份施舍吗？可为什么她就是不肯多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呢？艾比多么希望母亲能听听自己的心声，正视自己的需求，别再用些敷衍的赞美话语来打发自己了。他突然有些好奇贝卡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贝卡不禁露出一抹苦笑，在他15岁的时候，母亲选择自我了结，父亲更是早早就不见踪影。自那之后，贝卡便与姐姐跟随祖母生活，可姐姐一直认为是祖母的刻薄逼死了母亲，所以他成年后就不怎么来看望安德拉。而一提起玛丽，艾比眼神里就满是期待。玛丽不仅漂亮有魅力，还答应自己帮忙祛痘，只是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去找她呢？事实上，艾比眼里光鲜亮丽的玛丽依旧在进行着偷窥的行为。她这一次甚至直接走进店里打量前男友的新欢，在看见对方壮硕的背部肌肉时，玛丽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与此同时，凯特也顺利通过义工报名。他在养老院面试时被院长问到为什么要选择义工，凯特告诉院长，捐款对他来说很简单，但他想给予那些缺少陪伴的老人一种发自心底的真正的关爱。环望着大厅里这群行动迟缓无人问津的老人，凯特心里源源不断涌出的同情，极大洗刷的平日里从老人身上挣钱的愧疚感。而安德拉如果没有贝卡每日的照顾，他的结局也只会是在养老院等死。贝卡今日特意带上安德拉，约了尤金和他奶奶波尔一起去北郊看树叶。如今91岁的安德拉身边已经没有活着的朋友了，贝卡便希望祖母能与波尔交好。令他欣慰的是，祖母确实很喜欢波尔，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波尔皱起眉头。安德拉说尤金很帅，但是太矮了，不过这样也好，否则他才看不上贝卡。
安德拉只用一句话就同时贬低了2个人。波尔忍不住替贝卡抱不平，这么善解人意的女孩，怎么有个如此刁钻无理的祖母？而抵达目的地后，众人发现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色，安德拉则是抓住机会不断嘲讽，怨怪孙女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可尤金只是调转了个方向，那如油画般丰富多彩的树林就在眼前铺展开来。贝卡被这样的景色所震撼，便喊祖母来一起眺望，但安德拉执意背身不肯理会，贝卡也没再坚持。祖母上了年纪嘛，有点脾气很正常，毕竟彼此相处的日子过一天就少一天，只要他现在还能站在自己身边，给予自己陪伴，自己也就知足了。另一边的玛丽则正与亚历克斯亲热，但亲热过后，亚历克斯又觉得自己在亲手破坏这个家，于是途经服装店时，他便想买件衣服送给女儿，来弥补内心的愧疚感。但在看见店员那富有力量感的后背时，亚历克斯猛然发觉，这好像就是玛丽经常大肆嘲讽的前任新欢。回到家后，艾比果然对着衣服爱不释手，而凯特则在抱怨胳膊上的皱纹，称自己打算去玛丽店里除皱。亚历克斯闻言立即警觉起来，称玛丽只做面部美容。凯特一时有些疑惑，玛丽从没在大家面前具体介绍过工作内容，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亚历克斯自知失言，便不再回话。而凯特第2天在隔壁街区的一家古董家具店里发现了自家店铺前不久才卖出的一张桌子，当时的成交价是5000，没想到在这里桌子被加价卖到7000。凯特认出这家店的老板就是那个买桌子的男人，他很想走上前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伪装成顾客欺骗自己，可转念一想，自己赚钱的手段就真的光彩吗？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批判他人呢？凯特回到店里招待顾客，男人随口问起店里货源从何处而来，凯特却半天都答不出个所以然。他害怕这种方式说出来会遭人唾弃。亚历克斯不懂凯特的那些弯弯绕绕，因为在他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他直接说是从已故老人的孩子手里进货，而顾客的表现也没有任何异样。可凯特还是无法安下心来，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就是在利用那些逝者赚钱，而大家好奇店里货源就是想要批判他。因此在前往又一户家庭收购家具时，看着那个女人嫌弃已故母亲东西不值钱的模样，凯特出于愧疚，带着近乎施舍的心态，额外收了许多不在经营范围内的物品，尤其是那把老人躺在上面断气的椅子，款式俗气，用料也不怎么高档，可他也还是一并收下。由于贝卡上午与尤金有约会，照料安德拉的事便落在玛丽身上，而玛丽的性格才不像妹妹那么温柔，她认为使用优惠券会影响她在外的形象，说什么也不肯顺着安德拉，拿上他递来的优惠券出门帮他购物。安德拉被气得眼冒金星，他告诉玛丽，他终会有一天站起来独自出门购物。可在玛丽看来，祖母只是在异想天开，她的关节炎不会变好，就像她逐渐糟糕的视力一样，她已经老了，身体只会越来越差。可既然安德拉那么固执，玛丽也懒得再管他。确认他还有口气后，玛丽就径直离开了屋子。岂料恰好遇见凯特夫妇要去店里上班，三人寒暄完毕后，亚历克斯看着玛丽逐渐走远的身影，按耐不住心痒痒，便和凯特随口扯了个谎，掉头沿着玛丽的方向离开。凯特盯着丈夫消失的背影，一股说不上来的无奈渐渐涌上心头。亚历克斯是真的有事，还是想背着自己找玛丽？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而凯特回到店里忙碌时，进来的顾客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这些品味独特的家具他到底是从哪里找到的？凯特的笑意闻言瞬间僵在脸上，他刻意掠过心中不适，装作没听见，向顾客介绍家具。当凯特成功卖掉新进的书架后，他仿佛看见书架主人正坐在椅子上对自己微笑，这让凯特的心逐渐沉淀下来。老人生前精心挑选的家具不是子女眼中的垃圾，经过凯特的守候，他终会发现这世上也有人会赞同自己的品味。就在凯特自我安慰时，与玛丽亲热完的亚历克斯再一次陷入了自责。其实在遇见玛丽以前，
他从没做过对不起凯特的事。然而人到中年，两人之间的激情也在慢慢消退。不知何时，亚历克斯发现凯特可以是生活上的伴侣，可以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可就是不会再是自己曾经深爱的恋人。他觉得自己在伤害凯特，但又无法停止追逐自己。而玛丽看着亚历克斯痛苦的模样，突然没了劲。当初率先找来的是你，现在难过忏悔的也是你，好像只有自己才是那个最坏的人。玛丽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关系，她果断提出了结束。而凯特下班后与女儿一同在街上遛狗，他没问艾比在学校里的生活，而是操心起路边经常接济的流浪汉，今天竟不见踪影。好在没走多远，凯特又遇见了个新的流浪汉，他掏出一张20美元钞票，刚要递出去，却被艾比拦了下来。凭什么你从没给过我这么多钱，却能如此轻松地施舍别人？艾比不理解，自己可是凯特亲生的孩子啊，为什么待遇还不如街边一个流浪汉呢？他像是一个吵着要喝奶的婴儿，在街上大闹。艾比就是希望凯特肯去了解真正的自己，给予自己一份真正的关爱。可凯特最终还是没有任由艾比胡闹，他重新抽出一张钞票塞到流浪汉的手里。而亚历克斯直到与玛丽分手后，才把心思重新放回店里。他不敢相信一向头脑精明的凯特竟会为了心中那点愧疚收购一堆一文不值的烂货。但事实上，凯特刚以高价成功售出这批货物里的一对书架，可她能反驳丈夫，却抵不过心中越来越浓重的不安。凯特觉得自己就像是从死人手里偷钱，但在亚历克斯看来，这就是无稽之谈。他们在行业里打拼多年，有眼光，有门路，有积攒的顾客，才能卖出高价，这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买卖行为。凯特怎么会生出这么多不必要的想法？而且那些卖家具的人也没凯特想的那么可怜，他们能拿到钱，家具也不会被扔到垃圾场，两全其美，不是很好吗？是凯特的愧疚在误导他，可他要实在过不去这个坎，要不就别干了。但凯特认为改行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不挣这份钱，还会有其他人来继续这个行当。要知道隔壁街区那家古董家具店正对着自家虎视眈眈。凯特怀揣着负罪感来社区做义工，这一次他跟随负责人在球场里见到了一群智力有缺陷的孩子。凯特觉得这是群可怜的孩子，所以刚陪孩子们打完球就开始不住流泪。负责人却收起一开始的微笑，让凯特赶紧离开。他不理解凯特为什么要哭泣，孩子们不是过得很高兴吗？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眼泪，也不需要别人给予的施舍，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将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的朋友，而凯特只会吓倒他们。由于安德拉与玛丽不欢而散，所以他家中的食物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安德拉只能打开那不知放了多久的罐头充饥。于是意外发生了，当贝卡结束约会，在第二天来看望祖母时，却发现祖母已死去多时。他喊来玛丽来一同处理后事，玛丽却拿出安德拉讨厌的粉色睡裙，开玩笑说这回有机会让她穿上了。贝卡没想到祖母人都死了，姐姐还没原谅她。可自从母亲死后，她们姐妹俩唯一的亲人就只有安德拉了呀。但对玛丽来说，她永远无法忘记母亲下葬那天自己有多么痛苦，也就永远无法释怀用刻薄逼死母亲的安德拉。玛丽借口要上班，直接起身离开。而凯特还不知安德拉逝世，他此刻仍在家里为那些无法给予真正帮助的孩子落泪。就在这时，贝卡按响门铃，带来祖母去世的消息。他不明白，一直以来精心照顾的祖母，只是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吃了点变质罐头，怎么就突然离世了？贝卡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而面对凯特，他也终于哭了出来，为自己无法再给予关心的祖母而哭。另一边，艾比终于下定决心去美容院找玛丽治疗痘痘，而在闲聊时，他得知父亲居然也来过这里。可父亲的皮肤并不差，为什么还要来做好几次脸呢？艾比猛然意识到父亲可能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但他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是借着挤痘痘的疼痛，任由眼角的泪滴大大方方地滑落。艾比知道有些事只要不说出来，大家就还可以相安无事。而凯特陪着贝卡处理安德拉遗体，
下到1楼时，楼管见状还有些不可思议。安德拉昨晚喊自己上楼修电视时，那副不肯付钱的强硬模样，怎么都让人想象不到他会突然离世。而凯特注意到楼管老婆好端端站在一旁，交流一番后，他才意识到这家人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怜。楼管的妻子既不坐轮椅，也没有疾病缠身，身体正健康呢。凯特回家后看见女儿那张红肿的脸，误以为是玛丽故意为之，便想找她去算账。艾比却连忙拉住母亲，解释这是治疗后的正常现象。他不希望母亲与玛丽起冲突，也不希望母亲得知父亲的背叛。艾比给予了凯特善意的欺骗，而他只希望一家人还能好好走下去。等到亚历克斯回家后，艾比坦言自己去找过玛丽，但他以后都不会再去那家美容院。亚历克斯听出女儿的弦外之音，知道女儿给予的这份原谅与尊重是有多么珍贵，于是他保证自己也不会再去找玛丽。回到床上，亚历克斯与凯特十指相扣，他在心中默默起誓，以后都不会再犯错了。第二天，凯特将店里的一只花瓶送还原主，因为收购价与实际价值相差太大，他不想昧着良心赚钱。可门刚一关上，身后就响起花瓶打碎的声音。凯特在为这只名贵花瓶叹息的同时，一直萦绕于心的愧疚也终于消散。看来这份钱只有自己这种识货的人才能赚，因为就算是物归原主，人家也不会珍惜。办完安德拉的葬礼后，贝卡便与凯特一家告了别。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们以后应该都没机会再见面。而凯特也终于为艾比买到了他心爱的牛仔裤。看着镜子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凯特终于明白，内疚不应该是给予的理由，了解才是。了解女儿真正想要什么，了解身边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才是给予的真谛。全篇完。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0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0，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请给予是2010年美国剧情片，凯特曾以为施舍就是给予，他习惯随手给予流浪汉$5，而他如果真是位乞讨者，他或许会充满感激，甚至时刻都在盼望$5的来临。但如果他只是在饭店门口排队的客人，凯特的这种给予对他而言则是一种侮辱。在经历女儿叛逆又懂事，丈夫出轨又回归等一系列事情后，凯特终于理解了给予的真谛，用真心交换真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才会理解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4相互陪伴。